大家好，我係貓哥啦。今次呢一堆 Mini GT 新車入面咧，當然就係保時捷嘅GT3 RS 啦。咁呢款車其實不嬲都有好多 fans 去追捧嘅一個對象嚟嘅。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車廠去推出啦。咁究竟呢一款車咧，會唔會係 CP 值爆標啊？定還是係點樣呢？咁今集我哋就會一齊嚟睇下啦。咁記得喺影片開始之前咧 CLS 啦 ，and the English subtitle has now available. Please enable the English subtitle feature. Let's go! 好啦，嚟到新一代嘅保時捷911 GT3咧，可以話係歷代最強嘅基因啦，擁有賽車嘅大部分嘅技術都用喺呢一架車上面啦。每一個位置都係有大量嘅賽車數據去做合成嘅，亦都可以睇得出空氣動力學佢哋即係保時捷嘅一個結晶嚟嘅。咁今次喺車上面咧，首次用上咗賽車部門所用嘅 DRS PPA 嘅空氣動力學嘅套件啦。而尾翼方面咧，亦都用上咗液壓式嘅設計啦，可以自動調校，令佢可以喺極速嘅情況之下咧，依然可以增加多40公斤嘅下壓力啦。喺新款嘅911方面咧，咁佢喺車頭嘅部分咧，亦都做咗大量嘅強化啦，亦都加咗一個大型嘅冷卻器啦，兩邊沙板亦都加闊咗啦，令到整體嘅車齡亦都係更加大同埋更加咬地嘅。咁其實咧，呢一個時代咧，大家都做緊電車啦，居然都仲有一啲超跑廠咧，去唔同呢個時代去做一個妥協啦，依然做出一架為賽車理念而衍生出嚟嘅一個極致作品啊！如果你覺得呢架車買嘅時候都仲唔夠厚呢，仲可以加一個 Vice Package 嘅，咁全架車咧會用上全碳纖之外咧，再額外減多15公斤啦。咁喺尾翼嘅部分咧，亦都會有翻保時捷嘅大隻嘅 logo 啦，加持個信仰啦，令到呢一架車咧真係科技感以及一個操控性、馬力嗰樣嘢都係達到完美嘅作品啦。咁當然去到呢一個程度，價錢都唔會平啦，亦都去到480萬啦。但係咧講還講，呢部車一出咧已經俾人秒殺咗啦。咁大致係咁啦，我哋去睇下成架車嘅整體結構啦。好啦，咁大家見到呢部車啦，咁比起上一代咧更加極重嘅賽車味道啦，咁基本上呢部車係一部可以行出街嘅賽道級嘅跑車嚟嘅。車身用上咗大量嘅賽車科技啦，包括一啲水箱嘅位置啊，即係行李箱嘅位置換成咗一個大型嘅水箱啦，以及車頂嘅一啲帶動氣流嘅下壓線啦，仲有呢個液壓嘅一個超巨型嘅尾翼啦。整體嘅箭頭範圍感非常之重嘅。呢一架車可以話極致雙街車，應該咁講，跑車變成街車化嘅一個產品嚟嘅。如果你話我要諗起對家嘅係咩呢？就係林寶堅尼嘅 STO 啦。整體嘅輪廓方面亦都同佢有啲差唔多嘅理念啦。Mini GT 咧今次用上咗比起上一次嘅純白色咧，我更加中意今次呢一架鋼琴黑嘅質感嘅，非常之豐富，反光層面、車身嘅厚薄度個側面表達咧，可以話非常之好嘅。另外，亦都透過今次呢一隻車齡啦，非常之有一個強烈嘅對比性，再加埋一個 GT3 RS 嘅一個 logo 啦，全架車嘅整體嘅一致性咧係好高嘅。咁我會由頭講到落尾啦，我哋先從車頭嘅部分講起。好啦，嚟到車頭嘅部分啦，正所謂咧，成份車頭咧，我哋第一個地方逐點講啦。第一點，車頭冚嘅部分，車頭冚嘅行李箱部分咧，已經犧牲咗儲存嘅方面啦，就將佢換成咗一個大型嘅水箱設計嘅。車頭冚方面咧，呢一度咧進 Mini GT 咧做咗2個獨立分件啦，令到佢成個質感好豐富嘅。大家會問呢兩嚿嘢係咩嚟嘅咧？其實就係保時捷嘅獨有科技叫做 S 德嘅一個設計啦，將多餘嘅氣流咧帶上車頂，經過導風翼嘅位置，再帶落尾翼，增加下壓力嘅部分啦。呢一度嘅鋸齒感做得非常豐富嘅，我自己好滿意嘅。正所謂啦，要有大量嘅冷卻，當然有大量嘅進氣啦。喺呢一度咧 ，Mini GT 咧喺呢一個口開得非常之唔錯嘅。兩邊嘅弧度均勻嘅，密度 OK 嘅，我自己滿意嘅。另外值得留意，我成日都講嘅就係距離感啦。呢兩邊裏邊其實係有2個導風嘅位置啦，直接將氣流帶入去車頂嘅部分進行散熱，以及將多餘嘅氣流咧帶走嘅。大家可以見到啦，可以另外一點咧就係呢一個位置啦，帶到過嚟入去呢度咧，就會見到車頂嘅部分啦。車
車鈴嘅圈嘅部分咧，比以前咧更加乾淨利落，而且金屬紅色嘅質感咧，我自己就比較中意啦。大家又會問：喂，點解佢個車轆好似好大隻嘅？其實咧，基建於乜嘢咧？因為今次呢一個沙板嘅部分咧係加強咗㗎，加闊咗之後咧，令到今次可以容納到20寸嘅呔鈴啦。所以睇落嘅質感比例上面，點解好似佢個車鈴大咗？其實係有原因嘅。咁啊，另外啦，裝飾用嘅呢一個我哋叫做前沙板嘅部分啦，呢一個位置咧我哋叫做鯊魚鰭嘅部分啦，其實已經做得都唔錯㗎啦。咁但係咧，如果個線條方面咧，再落多深少少咧，整體嘅立體度就會提升好多嘅。咁啊，車頭燈嘅部分啦，亦都會講下啦。車頭燈咧依然都係會有4盞用放大鏡喺會裏邊見到4盞 LED 嘅日間行車燈啦，以及邊框位置咧係有注意到做到一個裙邊嘅設計嘅，做得相當之唔錯啦。咁好啦，去到車前半部嘅部分啦，當然值得留意嘅部分咧就係呢一個我哋叫做導風片啦。啱啱有講過話將氣流帶動落車鈴，車鈴再帶走落去，用多餘嘅氣流係經呢度帶走亂流之外咧，亦都將多有用嘅氣流會帶落下壓力，經過呢塊導風片咧會見到嘅。咁啊，為整個車頭咧點綴咗唔少噶。我哋成日都講話距離感，所以咧呢一個位置咧係做得非常之足夠嘅，唔會話俾你感覺咧有種斷層式嘅感覺嘅。咁呢度做得非常之豐富嘅。好啦，咁我哋又睇下車側嘅部分啦。好啦，嚟到車側嘅部分啦，咁其實成架車嘅車側部分可以睇到大量嘅科技嘅。第一點係咩呢？我哋叫做車頂嘅部分呢，我哋基本上會有2隻我哋叫做增加下壓力嘅導風翼導風頂翼嘅部分啦，將個頂翼嘅部分帶落氣流度，令到佢整體有一個增加下壓力嘅部分啦。咁呢度呢，大細粗幼亦都適中嘅。咁另外一點啦，側裙嘅部分呢。呢一度咧，亦都係見到佢係有層次感嘅，唔會話有一種好似糊咗嘅感覺。呢一度咧係有少少做咗一個梯形嘅設計嘅，相當高質素以及 CP 值高嘅一個設計嚟嘅。呢一度睇得出嘅。咁啊，另外啦，將氣流帶動去引擎嘅部分嘅呢一個鯊魚窿嘅部分咧，亦都採用咗獨立分件嘅部分啦。呢度做得相當唔錯嘅。咁最後另一點啦，我自己咁睇啦，比較中意嘅部分當然就係車尾嘅部分啦。作為一架跑車嘅，唔係應該咁講，作為一架賽車嘅跑車咧 pat pat 咧係好大嘅，佢個輪拱位咧比起過往咧更加加闊咗啦，令到整體後面嘅車轆部分嘅offset 咧可以再加闊嘅。咁亦都可以睇到咧，氣流方面咧點樣除咗將多餘嘅氣流咧帶入引擎度進行冷卻之外咧，亦都可以將多餘嘅氣流咧經過導風片咧散走嘅。而喺車尾嘅位置，好巧妙地用到一個下壓力嘅線條嘅一個表現啦。咁呢一度睇得非常之清楚嘅。好啦，嚟到車尾嘅部分啦，咁其實整體嘅車尾部分咧，Mini GT 咧喺呢一個位置咧，我哋先講尾燈嘅部分啦。咁其實採用咗分件式嘅設計，咁基本上咧我就咁睇啦，我想攞嚟改色都改唔到噶啦，因為佢採用咗一體式嘅設計啦，咁就較為困難地甩呢份件嘅，所以都冇辦法啦，只好放棄啦。咁祈求一下啦，日後希望有啲位置可以有筍口位，咁我哋可以改車就開心好多，範圍亦都闊好多啦。我自己都好中意呢部車嘅。咁另外值得留意嘅，當然就係作為一架跑車啦，一架賽車嘅跑車啦，尾擾流嘅部分咧，可以話係成架車入面較為重點嘅部分啦。大家可以見到咧，每一個起角嘅位置咧，可以話係應該要有嘅，佢都俾晒你嘅。好啦，咁大家會見到內籠嘅部分啦。咁其實作為一架內籠嘅即係賽車啦，咁基本上應該要拆嘅嘢亦都要拆晒啦，所有隔音亦都要冇晒啦。咁正所謂揸得呢部車嘅人咧，就會對於所有嘢都即係保時捷會唔會妥協佢噶啦。基本上就係我要俾你一個極佳嘅賽道體驗啦，亦都基本上呢部車咧係可以落場玩嘅。咁原裝配置已經有防滾架啦。咁如果 upgrade 咗啱啱講嘅 Vice Package 嘅之後咧，後面有滅火筒嘅，咁以及一個6點式嘅一個設計啦。咁值得留意嘅居然啦，啱啱都有講過，我估嚟緊咧有啲可以開到窿嘅部分咧，都會開到窿噶啦。大家會見到佢個座椅嘅統一位置咧係可以穿到安全帶嘅。咁可能之後咧，我會喺改裝方面咧會做少少手腳啦，去將呢啲地方穿翻入去咧，營造翻個質感啦。咁基本上咧，同一架賽車係一模一樣
樣噶啦。咁啊，你話舒適性係接近零啦，所以話即係揸得呢部車嘅人咧，基本上咧都唔會攞嚟，即係衰啲咁講，唔會攞嚟溝女噶啦，因為呢部車個舒適性係零，蹬到阿媽都唔認得，佢同 STO 一樣咯。正所謂係狂野操控以及賽車基因為主嘅一款車。好啦，咁大致係咁啦，咁我哋合翻埋架車，講下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啦。好啦，嚟到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啦，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咧，我會俾佢8.8分嘅。呢部車可以話一架性價比超高嘅款式啦。咁 Mini GT 咧，透過佢哋嘅做工咧，亦都表達到保時捷對於呢一部硬係有賽道化嘅一款賽車嘅一個基因所呈現出嚟一個完美嘅精品效果啦。喺由內到外都可以展現到每一份戰鬥氛圍感嘅氣息啦。賽車嘅基因可以話係100分噶啦。咁啊，亦都可以睇到佢哋依然喺呢一個慢慢進入電嘅時代咧，依然都係堅持去做一款咁極致操控唔妥協嘅一款作品啦。咁啊，非常之正嘅。咁啊，好啦，我哋去做總結啦。好啦，咁大家已經睇晒成條片啦。咁啊嗱，透過呢條片可以睇到Mini GT 喺做工以及喺一啲細節上面嘅唔同啦。咁啊，亦都可以話 CP 值之選嚟噶啦。咁啊，大致就係咁啦。咁下一集會開啲咩車咧？未知道嘅。咁但係如果有咧，我都會開俾大家睇啦。咁啊，記得，如果你覺得呢條影片好嘅話咧，希望可以你俾個 like 我啦。最緊要俾留言話俾我知你嘅諗法，最後歡迎訂閱我個頻道，咁我哋下集見啦。係咪住先？嚟緊咧都會有少少嘢 update 下嘅，咁啊到時記得留意啦。咁啊係咁先，拜拜。